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南。今天呢，咱们来讲讲南美洲。南美洲啊，绝对是地球上最魔幻的一块大陆，资源呢富得流油，但是啊，人民的生活呢却是水深火热，社会充满了动荡。首先啊，咱们来说说南美的资源到底有多让人羡慕呢？想当年啊，欧洲殖民者初次抵达南美洲时，就将其称之为被上帝眷顾的疆域。在16到19世纪的奴隶贸易时代，荷兰人为了南美洲的一片种植园，直接把北美洲的一片天然良港换给了英国，而这片港口现在的名字叫做纽约。可想而知，当年南美的家底好到了什么程度，金银铜矿储量均位于世界前列，还有地球上最优良的天然草场，盛产肥美的牛羊。如果你想种地呢，南美还有很多珍稀的黑土地，以及随便撒一把种子就能大丰收的完美气候。毫不夸张的说啊，在工业革命之前呢，去南美种地就是欧洲爷们的终极梦想。可守着这么一块被上帝眷顾的宝地呢，南美洲为什么却混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呢？最大的国家是巴西，有 59% 的人口，大约有 1.25 亿人都吃不饱饭，而其中的3300万人呢，更是严重的断粮，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。要知道啊，巴西的耕地面积可是排世界第5，又是热带雨林气候，降雨量呢非常的丰富，农作物可以1年3熟。别说巴西啊，才2亿多人口，就算是养活中国的10几亿人口也都够了。2023年1月，巴西左翼劳工党领导人卢拉当选总统时呢，就曾落泪哽咽地表示，在他任职期间啊，首要的目标就是横扫饥饿，承诺要让巴西人吃上1日3餐。不过啊，巴西呢还不是最魔幻的，还有其他的难兄难弟。南美的第2大国家阿根廷，这个拥有顶级天然草场的富二代呢，国土面积278万平方公里，排世界第8，人口呢却只有4000多万。凭借潘帕斯草原茂盛的植被，随便放牧，牛羊呢根本吃不完。所以啊，阿根廷还是世界上第1牛肉出口国。这外汇挣得如此轻松啊，按理说应该很有钱才是，但是啊，现实却很尴尬。阿根廷政府在国际上呢，已经有9次债务违约，动不动就宣告破产，钱还不起了，爱咋咋地吧。另外，南美还有一个更加不可思议的国家，叫做委内瑞拉。通货膨胀堪比坐火箭，物价涨了1万倍。原来买辆车的钱呢，现在只能买1卷手指。如果不用银行卡支付啊，上饭店吃饭要拉一车的钞票才行。美洲人都知道委内瑞拉经济崩了，但委内瑞拉在工业时代那可是当之无愧富得流油啊！石油探明储量约3028亿桶，位列世界第1，比中东土豪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储量还要多。那怎么经济就搞成了这样呢？南美洲别说出一个发达国家了，好像就是正常发展都挺难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资源这么丰富，因为远离欧亚大陆呢，还躲过了2次世界大战的波及，并且南美也和美国一样，凭借丰富的资源给欧洲供应物资，顺便还发了一波战争财。结果呢，美国凭借这个优势一举成了世界霸主，而南美至今还是第3世界，老百姓连基本的吃穿都是问题，这似乎呢跟美国有一定的关系。所以就有人说呢，南美之所以没有一个能打的国家，也许啊就是因为北边的邻居太强大，不允许它富起来。但事实真的是如此吗？咱们细细说来。南美的现代史始于15世纪末的大航海时代，欧洲航海家发现了美洲大陆，于是葡萄牙和西班牙就占领了资源更丰富的南美。而英国和法国则选择了殖民北美。一开始啊，欧洲殖民者里赚钱最快的就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农民了。他们在巴西挖金矿，墨西哥挖银矿，智利挖铜矿，顺便呢还种咖啡、种葡萄，收成特别的容易，然后再运回欧洲卖大钱。贩卖这些稀有矿产的利润可比搞工商业挣钱多了，关键啊还不怎么费事儿，有手就行。这让西班牙和葡萄牙呢一跃成为了让欧洲人民都羡慕的土豪国度。毕竟当时英国人在北美呢还在苦哈哈的发展工业，驯黑奴，种棉花，搞纺织，挣钱啊并不算轻松。当然，西班牙和葡萄牙呢也并非是目光短浅，看不到工业化的未来，而是卖资源挣钱太容易了，这才导致货币泛滥，劳动力成本被堆得很高。而且英国呢率先废除了君主制，发起工业革命，本来也有技术优势。最关键的是离欧洲近呢，运输成本相对较低，能够吸引欧洲资本去投资北美的工业。而统治南美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当时呢还是君主制度国家，在南美的殖民者都是些没有文化的农场主，既没有技术又远离欧洲，也吸引不到投资，所以殖民者呢干脆放弃了工业化，卖资源好像也挺舒坦的，反正啊这里是殖民地，想那么远干啥呢？不过呢，上帝总是会眷顾南美。后来啊，有一项新技术的诞生，让本来就不缺钱的南美彻底富甲天下，那就是1860年发明的冷藏牛肉技术。
欧洲人通过工业革命和海外殖民已经彻底发达了起来，而且他们又爱吃牛扒，所以需求量非常的大。欧洲的牧场难以满足，导致牛肉价格越来越贵。而远在万里之外的阿根廷，牛肉却相当便宜，因为潘帕斯草原是地球上最优良的天然牧场，养牛完全不用买饲料，成本相当的低廉。这个巨大的商机呢，被英国人率先发现了。于是呢，海量的资本开始流入阿根廷，他们建港口、修铁路、开牧场、养牛、屠宰、冷冻一条龙，大规模出口到欧洲。据历史数据记载呢，英国人在1870年左右一度将50%的对外投资砸向了潘帕斯草原。到1885年，阿根廷共建成了4300公里的铁路线，并且在1913年，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还建成了南半球第一条地铁。阿根廷的生活水平呢，完全追上了欧洲大陆。当时形容一个人有钱呢，都是这么说的：你富得像个阿根廷人。所以大量的底层欧洲人呢，像意大利、西班牙、法国人和德国人都涌入了阿根廷。他们将阿根廷称为南半球的美利坚。这种现象在世界史上呢，还是头一回。作为殖民地的阿根廷，竟然比宗主国西班牙过得还要好。不过好景不长，到1929年，美国爆发经济大萧条。金融风暴席卷了全球，紧接着世界大战也爆发了，地球村大变天，欧亚大陆被打成了废墟。这个时期呢，真正受益的只有2个地方，北欧半岛和北美大陆。他们远离欧亚核心，避开了战火，并且大量接收了战乱国的资金和人才，进一步加速工业化进程。所以至今为止呢，全球最富的地方也是北欧和北美。原始资本都是那几十年偷偷积累的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当时的南美诸国在动乱年代又经历了怎样的变故呢？毕竟啊，南美同样也是远离欧亚大陆，现实情况却是，虽然避开了战火，但南美的金银铜矿也因为战争失去了买家，沦为废铁。咖啡没人喝了，烟草呢也没有人抽了，只能烂在仓库里，无人问津。从1929年到1945年战争结束，这20几年呢，整个南美洲的经济都在崩溃中挣扎，失业、饥饿、流浪，末日景象遍布南美。当然，那些战败国呢更惨，比如德国，不光家底赔空呢，还要被战胜国驻军监控。可是就算是这样，人家还是发展起来了。为什么南美就不行呢？世界大战动荡过后，大部分国家呢都是百废待兴，急需进行深度革命。上台的领导人，不管是民选的还是独裁者，都需要考虑一个问题：传统的资源出口之路已经走到了尽头，只有工业化才是未来。不光南美诸国哈，整个拉丁美洲呢，也就是除了美国以南的整个美洲地区，都在寻求工业化之路。当时呢，摆在台面的有2条参考路线。右路是学习美国，打开国门，搞自由贸易，从低端的制造业做起，一步一步来，慢慢产业升级。而左路就是学苏联老大哥了，关闭国门，搞贸易保护，发展国有企业，以举国之力打造重工业，解决就业的问题。但美国那套呢，学起来太费劲了，耗时耗力，关键是还费脑子。以拉美人享乐主义的性子呢，起步都难。就算生产出来了基础工业品，估计在国际市场也没有什么竞争力。所以拉美就决定偷师苏联老大哥。这时候苏联的计划经济呢，已经取得了空前的成功。从1928年到1937年的10年间，苏联纯靠国有投资，建立了超6000家工业企业，工业产值呢翻了4倍，从一个农业国迅速蜕变成了重工业大国。如此的成就啊，别说社会主义联盟的小弟们，个个都要去拜师求经，就连意大利和法国，甚至西班牙也在抄作业。所以啊，全世界想要发展工业的落后国家纷纷掀起了学苏浪潮。南美啊，自然不用说，早就已经饥渴难耐。于是乎，巴西设置了强力的贸易保护，除了自己没法生产的高科技产品，其余的工业品一律限量进口，并且加重关税，以保护本国工业的健康成长。阿根廷呢更是利落，展现出了一贯的老赖本色，直接就把英国人原来重金投资的铁路给国有化了。至于外国商品，通通禁止进口。一开始呢，南美的难兄难弟们都觉得赌对了，确实发展的相当的舒服。但是啊，短短几年，国家的工业产值迅速翻倍，是因为钢铁厂、煤炭厂、水泥厂这些毫无技术门槛的工业，只要你投钱呢，它就能够生产出来。问题是，舒服的日子没过几年，要命的麻烦就来了。本国需求快速饱和，那些生产出来的重工业产品严重的过剩，大量的国有重工业企业出现亏损，想要卖去海外根本没戏。就国有企业生产的那些产品完全没有竞争力，但是呢，国企又不能倒闭，那么多工人呢，一旦失业呢，造成的社会冲击力太大了，所以啊，就一直拖呀拖。可正常生产也还是要钱的，怎么办呢？只能找有钱的大哥借钱过日子，新债偿旧债，拆东墙补西墙，自此啊，便走上了一条不归路。
钱越欠越多，但国有企业依然湿气沉沉。再这么借下去啊，把国家卖了都还不起。想要赖账吧，又打不过那些手里攥着原子弹的大哥。所以啊，必须要在内部革自己的命了。谁有勇气断臂，谁就有新生的希望。还没等拉美人考虑清楚，为宗主国的西班牙呢，已经行动了。1953年，西班牙打开国门，开放了资本流动。这一举措呢，导致国有企业全部沦陷，被进口商品打得毫无还手之力。西班牙工业的标志西亚特汽车也被大众汽车收购。如此一来，僵尸病的确正在快速好转。大量的农村劳动力离开本国，前往了经济发达的北欧寻找工作，而有钱的北欧人呢，又来到了西班牙度假，把旅游业发展了起来。看起来啊，效果还是挺不错的，所以很快拉美也跟上了脚步。最先革命的是智利，比西班牙搞得还要猛。他们决定采取自由放任主义的休克疗法。什么叫休克疗法呢？说白了就是死马当活马医，用高压电暴击已经精神异常的脑人，有可能会电死所有的脑细胞，但是啊，只要电不死，那就还能活。智利的自由放任主义措施是，不光打开国门，国内的价格管制也被取消，关税大幅下调，金融和贸易高度自由化，政府完全不干预经济发展。紧接着，大块头巴西、阿根廷以及墨西哥呢，也纷纷加入，集体痛下决心，让国有企业直接破产或者贱卖给私有企业。最开始呢，失业率确实快速飙升，但是啊，只要挺过去，僵尸病就会好起来。南美诸国也和西班牙一样，慢慢发展起了旅游业。而私有资本经营的企业确实比国企更有活力，也更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。这么来看呢，南美似乎又赌对了。其实不然啊，短期来看呢，僵尸病是治好了，但完全私有化经济却让南美诸国感染了更为持久的恶性肿瘤。在70年代执行休克疗法期间，南美大量国家的核心资产都被贱卖，落入了国际资本手中。就拿巴西举例呢，现在主要是4大粮商掌握了巴西的粮食生产权，分别是 ADM、邦基、加奇、路易达福。这4大粮商垄断了全球70%的粮食贸易，所以巴西土地生产的粮食其实根本就不归巴西人民所有，而粮食巨头才不会管巴西人饿不饿死，只要国际粮价高，一粒玉米都不会留给巴西。这就等于是饭碗都被卖给了外国人。那么本国人真是一寸土地都没了吗？当然也有，但是啊，都在地主和富豪手里。当初奴隶制被推翻，巴西建立现代国家时没有搞土地革命，所以95%以上的农民从来就没有拥有过地契，也没有掌握过生产资料。地主手里有大量的土地，但是啊，就是不种，留着干嘛呢？等着升值，继续卖给国际资本。阿根廷也是这样，优质草场同样都被美国资本收购了，所以啊，收益再多也和阿根廷人民无关。那么农民要如何谋生呢？祖传技能就是种地，结果还没有土地，你说进城打工吧，又没有完成工业化，所以巴西里约热内卢闻名全球的贫民窟就出现了。精神小伙们不贩毒不抢劫，那他还能干啥呢？就算是智利号称南美最安全的国家之一，有媒体在街头做过一次走访调查，所有人都表示被抢劫过，区别呢只是有没有被抢劫成功。阿根廷和委内瑞拉更是离谱，本国的钱已经贬值成了废纸，抢劫根本不抢钱，只抢物资。不过其实也还好，反正南美游客多，抢点游客也不打紧，旅游业还能搞点外汇，帮南美续续命。真正搞垮南美的原因呢，或许还是接下来这个堪比吸毒的高福利制度。虽然南美已经阅历过无数次政治革命，但是啊，有一项让人上瘾的制度却一直没有改过。在早期左翼执政期间，由于资源还比较好卖，国库有闲钱，南美左翼政权为了凝聚民心，就用社会公平的思想作为招牌，制定了高福利政策。这个东西啊，就跟毒品一样，一旦染上了，老百姓根本戒不掉。像巴西，医疗完全免费，从小学到大学教育通通免费，而且上大学呢，不仅不要学费，还能领钱。乌拉圭更是大方，给全国的学生免费发放笔记本电脑。发达国家呢，听了都要竖大拇指，对老百姓啊是真舍得。乍一听啊，似乎还是挺好的，但就是跟自身实力严重不匹配，这就导致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：国家除了福利开销外，根本拿不出钱做别的事，更不要说是长远规划了。就比如说委内瑞拉吧，在2008年油价飙升到$150的高峰时期，委内瑞拉确实是富得流油，经济一片繁荣，但时任总统查韦斯呢，却并未将挣到的钱用于石油工业的技术升级，而是把钱投到了社会福利，以巩固政治支持。到2013年查韦斯去世后，马杜罗继任总统，
此时的国际油价已经一路阴跌，来到了50美元附近，严重影响了委内瑞拉的政治收入，这也导致了民众的高福利政策难以为继。而且不光是油价下跌的问题，产油量也越来越低，从巅峰时期的日产300万桶降到了不足100万桶。因为委内瑞拉的石油主要是靠重油，需要先进的技术和设备，开采成本比较高，但是卖油的钱都被用来发福利了。政府呢还欠了一大笔债，国际石油公司也觉得开采难度越来越大，纷纷撤出了委内瑞拉。而且这种高福利制度还让南美诸国陷入了长期的政治动荡，因为不管哪个总统上台呢，都得先承诺高福利，如果实现不了就得下台，换个能搞的人上来。但是这样反复更迭政权的结果就是经济政策根本没法落地，往往上一个政策刚走完流程，人就已经下台了，而新政府又必定会推翻前政府的规划，如此循环反复，什么长远的战略都无法执行。并且南美诸国的政党是非常之多，而且是复杂的。就拿巴西举例，就有33个政党。当然，这些政党里呢，大部分规模都很小，而且很水，毕竟数目摆在这里，这就导致各种合纵连横，内耗极为严重。每个政党呢都有自己的小算盘，利益纠缠太多了。在国会上，除了吵架还是吵架，频繁上演如何夺取政权的政治狗血剧。自2015年以来，巴西政坛已经经历了罗塞夫总统的弹劾、特梅尔的腐败指控、博索纳罗的民粹主义崛起等等事件。这种政局的不稳定呢，还会加剧社会的动荡，导致犯罪率飙升，甚至引发内战。因为各种政党一旦有了武装，就很容易因为利益之争打起来。其中最悲惨的就是哥伦比亚内战了。这场内战呢，已经持续了60年之久，而且不止两方对战那么简单，参战团体有很多股，涉及了政府军、左翼激进组织、右翼半法西斯分子以及贩毒集团，堪称竞技游戏中的大乱斗。截止到2014年，哥伦比亚内战已经有超过22万人丧生，其中呢包括了17.7万平民，整个国家超过500万人沦为难民，有5万人更是在这场内战中直接消失。这场打了3代人的内战实在是惨绝人寰。但由于其旷日持久的特性，又让哥伦比亚人无可奈何地学会了习惯，而这种政治动荡还会引发连锁反应。哥伦比亚内战以及委内瑞拉危机都导致了大规模的人口外流，对周边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压力。总而言之，由于政局动荡呢，本国人都留不下来，怎么可能吸引外资发展工业呢？当然，就算是没有严重动乱的国家，也很难留下外资企业。为什么呢？这里就要提一下全球最硬核的南美劳工法了。企业家通通不是，劳动人民至高无上。咱们还是拿巴西举例，劳动法严重导向工人阶级，有多倒呢？三星工厂咱们都知道哈。曾经三星撤出中国的时候，工人们是老舍不得了，因为日韩投资的工厂呢，福利待遇确实好，也遵守劳动法，加班费不玩心眼儿。但三星在巴西的工厂呢，却被巴西劳动部门以虐待工人的罪名告上了法庭，要求赔偿1.1亿美元。那到底是怎么个虐待法呢？首先是过度加班，确实是加班多了点，一周才让休息1天，但加班费呢是按照法定薪资给足了。第二呢，是说三星工厂没有在生产车间安排座椅给员工休息，但事实是有些岗位呢就是得站着干活，坐着没法工作。还有就是什么卫生不达标，由于恶劣的工作环境呢，导致工厂有2018名工人患上背部疾病、肌腱炎、关节炎等等疾病。但是这家三星工厂呢，总共才5000多名工人，相当于是把上了年纪，只要身体有点慢性疾病的都算到了三星头上，准备狠狠地宰韩国财团一刀。最终，劳动部要求三星赔偿所谓的患病工人共计1.1亿美元。南美诸国几乎都是这样，要福利不要发展，只图眼下吃好喝好，管他什么地久天长呢？大家一起躺平就好了。各国之间虽然开放贸易，有共同的市场法规，但往来约等于零，因为都是农业国、旅游国，压根就没有工业品可以互相买卖，最多就是你生产点锅碗瓢盆，但人家邻国也能生产，所以你卖给谁呢？这种不在乎发展的摆烂心态，除了国有经济时代埋下的后遗症，其实呢也和南美人的宗教信仰有一定的关系。这个就是中了天主教的毒。西班牙和葡萄牙在16世纪殖民时，顺便还给南美大陆带来了最为封建的天主教教法，重传统规训，轻科学教育。这也导致南美的宗教现象如今非常的离谱。在巴西呢，只要你会吹牛扯淡，就能以上帝的名义办个教派出来，租个场地弄个教堂，随便讲讲经，赚钱就和印钞一样。尤其是底层中老年人，非常舍得在宗教上花钱。宗教这个产业呢，在巴西堪比隐形的银行。
利润超级高，规模超级大。可惜啊，就是创造不了几个就业岗位。大大小小的教会呢，都是趴在国家上吸血的寄生虫。这个问题呢，特别的严重，因为宗教这个产业连税都不用交，收上来那么多钱，只是把主教们养肥了。宗教募集的巨额资金连个投融资的功能都没有，主教们就算天天会所嫩模，又能花几个钱呢？大量的资金都被锁死浪费了，把钱放在银行还有利息呢，给了主教就只能听个响，上帝保佑你。真的是魔幻现实主义大陆啊，既富有又贫穷，犯罪率爆炸，又虔诚信奉上帝。但是从这个信仰上来说呢，美国也信上帝，为什么他们的经济就那么牛呢？这个呢还是有区别的。美国啊主要信奉的是基督新教，这两个教啊首先是信仰核心区别。天主教的信仰核心在于教会的权威，天主教徒相信教会是耶稣基督在人间的代表，而教会的组织结构非常严密。地位最高的是教皇，下面是枢机主教和主教，以及最基层的神父。信徒呢，只有像服从帝王一样，遵循教会和教皇的教导，才能获得救赎。基督新教与此大有不同，新教徒只信仰耶稣，根本不理会教会这些个中间商，只相信圣经是唯一权威，反对教会高于圣经的观点，同时也没有那么多的职级，普遍就是一个牧师直接带你入门。新教强调众生平等，认为每个人都可以和上帝直接沟通。其次就是宗教仪式上的区别，天主教仪式繁琐庄重，需要穿上专门的服饰才能去教堂做弥撒以及祈祷唱歌，接受圣餐等，而基督新教呢，随便在那儿祷告都行。从这些区别大家也能看出来，新教的约束非常少，只要你愿意尊重上帝，那就是教徒。而天主教那些条条框框实在是太多了，关键是还抵触科学和教育，对一个急需发展经济的国家来说，影响还是非常大的。当初拉美大陆被殖民时，教育就普遍取用了宗教化形式，殖民者就没有想过要好好发展殖民地，这就导致拉美地区长期处于文盲状态。到了18世纪末，就连发达的墨西哥一共竟然也只有10所小学，整个拉美殖民地文盲率高达 95%。 教育的内容呢，也完全是以天主教为中心，一切不合教义的东西都被禁止教授和学习，课程中有关宗教的内容占到 80%， 而世俗性、实用性和科学性的内容却少得可怜。即便像医学这种刚需的实用课程，也是到了18世纪后才开设的。就算是到了20世纪，应时代的需要，不得不教授一些自然科学时，其中也会掺杂了不少宗教迷信的东西，与某些天主教教义牵强附会的联系起来。就这么个教育法，让拉美地区的教育水准远远落后于欧亚大陆。而直至如今呢，南美地区的教育水平依然让人吃惊。还是拿巴西举例，咱们都无法想象他们学个东西到底有多么的敷衍。初三呢才学勾股定理和1元1次方程，而反观乏人，初三的数学课本放到南美，那都是大学里才会教的。据说有个在智利上学的网友表示呢，智利的大学生连分数加减法都算不明白，就连6/6加7/6这种小学生题目，他们都无计可施，脑子能算到冒烟。而华人社会的小学生个个都是做题家，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呢？说到底啊，还是亚洲人口多，资源少吧。再加之儒家文化影响下的功利主义，世世代代危机感都很重，根本就没法像拉美人那么放松。从这一点来说呢，咱们也没有资格嘲笑人家。但是也有人说呢，南美虽然资源丰富，不过美中不足的是它的地理条件没有那么好。首先是受到了山脉隔断，延绵的安第斯山脉如同一道天然的屏障，将西部海岸和东部山地割裂开来，极大地限制了各个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，导致各国都倾向于沿海岸线发展，内陆地区长期落后。其二呢，是南美缺乏天然港口。虽然南美海岸线悠长，但普遍呢都是深水区，没有入海口，对于发展经济是很要命的。就像美国的密西西比河、欧洲的多瑙河、中国的长江，都能有效沟通内陆和沿海地带。通往海洋的大江大海绝对是国家经济的大动脉。而巴西这个大块头，虽然有世界上最宽的拉普拉塔河，发源自巴西高原，贯穿东南部疆域，但最终的入海口却在阿根廷。这可是南美唯一能孕育出发达经济带的河流了。拉普拉塔河共流经4个国家，巴西、阿根廷、巴拉圭、乌拉圭。为了控制这条河的入海口，这几个国家呢没少发生冲突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3国同盟战争。巴拉圭就是实力不足，蛇吞象，差点被几个大哥灭了国。第三呢，南美虽然什么资源都有，金银铜矿、农林渔牧应有尽有，但是唯独缺了煤。这个煤炭对工业化堪比煮饭需要米。英国之所以能够率先开启工业革命，就是拥有易于开采的潜藏煤。还有德国鲁尔区、美国5大湖区，世界上最早期的3大工业区，都是煤、铁、水丰富的地区，其中煤炭是最重要的。因为要开展工业化，就必须要炼钢，炼钢就只能靠烧煤。
用煤发电至今都还是发展中国家最容易搞的一种稳定能源。有了煤电呢，发展中国家就可以搞点低端制造业，然后逐步产业升级。中国呢，就是这么发育上来的。按照2014年统计的数据来看，南美地区的煤炭储量仅为 1.46万亿吨，而北美地区则高达 24.5万亿吨，差距太大了。所以缺煤是南美洲这块大陆永远的硬伤，连工业都没有发展起来，又谈何强国呢？说了这么多，搞得南美呢好像就适合躺平，根本不适合奋斗。但是说实在的吧，南美只是地形上有点缺陷，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家底要可怜得多，比如日本和韩国，人口多，面积小，地形呢都还是山地，耕地少得可怜，什么矿产也没有，工业化要的资源都得靠进口，但愣是发展成了世界前列的经济强国。另外，如果要说远离欧亚大陆还避开了世界大战的，其实除了美国还有个大洋洲，那里也有好几个发达国家，同样是矿产资源丰富，盛产牛羊。或许唯一的不同点就是在1战和2战时期，澳大利亚明明远离欧亚，但还是不远千里的征调部队前往欧洲大陆作战。美国也是这样，一听打仗就来劲。虽然前期只是卖物资发财，但是到了后期也是果断瞅准机会加入团战，混助攻蹭经验，人头拿到手软，一举奠定了自己领导者的位置。这些情况呢，貌似都说明了南美的问题，或许还是缺少了外部竞争。一个躺平的富二代根本就没有什么奋斗的欲望。纵观全球，发达国家差不多都是这么产生的，要么主动强行开团，要么混助攻蹭经验，再不济呢，也就勤勤恳恳刷金币。你光靠天赋技能出众，心情好就能上线，心情不好就直接掉线，500年都不发个信息，刷一刷存在感。别人打团你泡温泉，别人组团你要吃饭。不过这都是玩笑话哈，南美呢至今也没有诞生发达国家，必然是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。这其中有殖民历史遗留的经济结构问题，也有复杂的地理环境问题，以及国际政治因素的干扰。这些复杂的因素呢，共同治愈了南美国家的发展。但经济不发达并不能完全决定国民的幸福指数。像日韩确实经济发达，但是呢，抑郁率和自杀率一直都排在世界前列。中国也如今赶上了高速发展的快车，但是呢，大家普遍的感受却是又疲惫又焦虑。反倒是穷哈哈的尼泊尔幸福指数爆表，而拉美人呢也拥有这种能力。在他们的文化传播中，性感热辣的拉丁舞应该是大家对拉美人的直观印象。还记得蔡澜在一期访谈中也特别提到了拉美民族，他们对于死亡的态度呢是非常开放的，甚至有专门为死者放烟花的习俗。这种对于死亡的接受和庆祝呢，其实反映了在拉美文化中对于生活的极致热爱，不论贫与富，管他生有死。对于普罗大众来说，奋斗的意义是为了快乐，是为了获得幸福。但如果奋斗的结果是让我们越来越不幸福，那么我们奋斗的意义又是什么呢？